男人的妻子刚过世，他就将一位带着2个女儿的寡妇领回到自家的庄园里。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安妮刚好和小伙伴们玩耍回来，男人将安妮介绍给了寡妇，并告诉她这就是他新的母亲大人。寡妇带着假惺惺的微笑，让身后的女孩给安妮问好。几天后，男人要去城里谈一桩生意，他嘱咐着安妮在家一定要好好谨遵继母的教导，随后便离开了他们。但男人刚离开，寡妇就不怀好意地藐视着安妮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直接将安妮以后的生活推向了深渊。父亲因为心脏病突发，刚骑着马出门才几十米，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父亲死后，继母接管了整个庄园的所有事务，她把安妮当成了女佣使唤，并让她睡在阴暗潮湿的库房里。不仅如此，继母还让安妮喂猪，做着许多繁重的体力活，而鸠占鹊巢的继母母女3人却过着精致的贵族生活，安妮却只能在一旁为他们提供就餐服务。继母的大女儿戴斯还在不停地指责着安妮每天偷偷看书的行为，二女儿露西也嫌弃安妮穿着破破烂烂，并称安妮一身的猪屎味就不该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无依无靠的安妮只能忍气吞声地向继母道歉。好在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约翰总是给予精神上的鼓励，以及庄园里的女佣们都十分地疼爱着她。一天，继母找出安妮母亲生前最爱的礼服，想要拿给黛西穿上，不料被安妮发现。安妮请求继母将礼服放下，可黛西执意要将礼服占为己有。这一次，安妮没有妥协，她一巴掌扇向戴斯。愤怒的她满屋子追着黛西。当黛西发现那本她最爱的书时，她以书来威胁安妮。看着父亲留给自己唯一的衣物，安妮答应将礼服借给他，但并无信用可言的黛西还是将书扔进了壁炉。最后，安妮因为顶撞继母，被继母鞭打得遍体鳞伤。一天，安妮在自家的果园里捡拾苹果之时，一列骑兵从她的眼前经过。安妮发现对方骑着父亲的马匹，她用石头砸向马背上的年轻人。Teach you to steal my father's horse! Please, my owner slipped his shoe and I have no choice! And our choice is what? Wait! To let you? I was merely borrowing it! Get out! Ow! Or leave the house! Ow! 随后年轻人付给了安妮租赁费。回到家后，女仆看见这么多的零钱，她告诉安妮一定要好好藏起这些珐琅，不然会被继母全部没收，并且他们的一个工人被继母卖掉。安妮称她会想办法救出工人，她绝对不会让身边的亲人离开庄园。可安妮并不知道的是，刚才与她邂逅的年轻人正是国王唯一的继承人亨利王子。第二天，王子带着一众侍卫前来归还马匹。王子向继母打听昨天所遇的女孩，继母趁机将自己的2个女儿引荐给了王子。可当王子看见这2个肤浅的女孩时，王子感到一阵失落。几天后，安妮借来一身华丽的裙子，来到街市寻找工人的身影。好在囚车即将送往下一个中转站时，她发现了囚车里的工人。安妮勇敢地拦截了马车，并和车夫理论起来。可车夫声称这都是他们花了重金购买的苦工，说什么也不让安妮将工人带走。就在此时，王子一行人路过此地，王子驻足询问起事件的经过。显然安妮一眼便认出了眼前的人，正是前几日被他攻击的年轻人。当得知王子的真实身份后，安妮恳请王子放了可怜的工人。王子下令将工人放了出来。安妮谢过王子后便转身离开。可王子面对变化如此大的安妮，他并没有认出安妮，但又觉得十分的面熟，他止不住地追了上去。 Have we met? I do not believe so, Your Highness. Tell me your cousin's name so that I might call upon her to learn who you are. I fear that the only name to leave you with is Comtesse Nicole de Lancret. 安妮并没有撒谎，她对王子说了她母亲的姓名。就在王后和王子打招呼之际，安妮赶紧跑开。女佣们看见平安归来的工人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另一边的戴斯和露西却在期待着和王子的再次见面。母亲声称她会动用一切人脉去得到戴斯接近王子的机会。继母花费大量钱财打点了在宫中工作的大臣，大臣告诉她，王宫不久将会举办一场舞会，他会为他们拿到3张邀请函。另一边的王子被国王逼迫，他希望王子迎娶邻国的公主，来换取边疆的安宁。可王子并不想要没有爱情的婚姻，他向母亲打听起佛里西斯家族。很显然，母亲也没有给到他想要的答案。于是他再次来到和安妮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刚好这一天，安妮也在丛林之中干活。喂饱猪后，他来到湖中清洗身体。缘分就是如此美妙。
王子果然再次见到了安妮。可安妮明白自己的身份，她有意疏远着王子。眼见戴斯就在对面的河岸边，安妮担心又被继母责骂，她赶紧跑着离开了王子。不想王子并没有就此放弃。隔天，当安妮和约翰在稻田里玩耍时，王子和他的导师骑着马正朝他们过来。安妮立即跑到草垛后面藏了起来。得知王子的来意后，约翰如实说出了安妮的住处。王子离开后，约翰劝告安妮，这并不是一件坏事。于是安妮朝小道一路狂奔回到家里。在王子到达之际，她换上漂亮的裙子前来迎接了王子。王子和安妮约定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。往后的日子，他们时常去到书店。王子发现安妮乐观的表情下隐藏着很多看不见的忧伤，这让王子产生了共鸣。他们有着许多聊不完的话题。安妮偶尔也会带着王子来到大自然中，享受这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放松感。然而危险无处不在，他们偏偏遇到一群山匪。面对山匪的挑衅，王子并没有畏惧。就在王子寡不敌众，被山匪控制之时，安妮从山下飞扑下来，不料她却被当作人质。但这一群山匪似乎很有底线，他们声称想要救下这个男人，你就想办法扛起他，将他带走。不料力大无穷的安妮径直走向王子，以惊人的力量微微颤颤扛起了王子。这样的画面引得山匪们哈哈大笑。王子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居然能和这些莽夫成为朋友。山匪们热情地招待了王子和安妮。昏暗的篝火火光映衬的安妮格外的漂亮。看着这个勇敢而特别的女孩，王子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。凌晨时分，山匪还送了他们一匹马。王子将安妮送回了家。在一个日落前的傍晚，王子向安妮表达了他深深的爱意。可安妮感觉自己的身份配不上王子，她忍痛离去。不久，王宫的舞会如期举行。听闻王子私下和安妮有交集的继母，为了阻止王子再次看见安妮，他联合大臣将安妮关进地牢房里。等到舞会结束后，就将她卖给山匪。继母并让大臣透露风声，称安妮已有婚约。当王后把这样的情况告知王子时，王子感到自己被安妮欺骗。他认为每一次和安妮的相遇，安妮都是带着目的性。另一边，看见戴斯母女三人即将出发去王宫，仆人们感到十分的焦急。工人拜托约翰，让他想办法去找到达芬奇先生帮忙。达芬奇先生是安妮父亲的故交，他一定会救出安妮。歌舞升平的王宫里，戴斯母女三人非常的激动。约翰一路跟踪大臣，他在城墙上用花瓶砸晕大臣后，偷偷潜入舞会现场，并成功见到了达芬奇先生。果不其然，在达芬奇先生的协助下，安妮成功从大牢里出来。达芬奇劝告安妮勇敢地去追寻真爱，王子也一定会期待她的出现。安妮一心只想给王子一个解释，她希望王子不要听信他人的传言。于是安妮答应了众人，决定前往舞会现场。达芬奇先生为安妮找到一件带着翅膀的礼服。当国王正在激情昂扬的演讲时，安妮的出现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显然，安妮成为了全场最耀眼的一束光。此时王子不顾一切，忍不住地奔向了安妮。这样的场面看上去十分的美好。王后也被安妮的美征服，可继母却恶狠狠地盘算着什么。当王子提议要带着安妮离开舞会时，却被安妮的继母拦截。继母撕破安妮的礼服，并高声大喊安妮就是一个骗子。继母说道，她只是一个卑微的女仆，而且已有婚约在身，却向王子隐瞒了这一切。面对从小害怕到大的继母，安妮百口莫辩。不管安妮如何解释，王子仍旧不愿相信安妮。安妮悲痛万分地转身离开。当她跑到城门外时，却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丢下了一只高跟鞋。达芬奇找到王子，他解释到事情并不是旁人所说的那样，如果想要得到真相，不如自己去找安妮。另一边的安妮继母将一位粗鄙的山匪带到家里，并对他说，他们收了山匪搭了的金钱，从今以后他就成为了山匪的妻子。而王子也在父亲的安排下，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孩举行了婚礼。女孩由于太过激动，她一直不停地大声哭泣，甚至连话也说不出来。王子在这一刻突然醒悟，他终止了婚礼，来到安妮的庄园，打听到了安妮的下落。可安妮并没有屈服于山匪，面对山匪的轻浮行为，安妮极力反抗着。My father was an expert swordsman, monsieur. He taught me well. 就在王子到达之时，安妮也成功逃离。再次相见的这一刻，安妮将所有的过往原原本本解释给王子。王子拿出那一只高跟鞋，郑重地向安妮求了婚。不久，安妮的继母被王公召见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国王特意安排他们来参加安妮和王子婚礼。当作众人的面，
安妮的继母一如既往的谎话连篇，国王决定将他们的处理权交给安妮。当安妮惊艳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她已经成为了尊贵的王妃，继母不得不低头向她行礼。安妮决定让继母也尝一尝做下人的滋味，他们将继母和她的女儿们变为平民，每天在染坊里做各种粗活来养活自己。从此，安妮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